这次 Pixel 9相机呢，我们实际测试，终于可以让我自己跟我自己合照了。那在实际上手呢，很多人在问 Tensor 这个晶片发热散热到底有没有解决？那还有大家现在最在意这个录影的时候镜头之间的切换，那么不管是色调上面的色差，那或者是它有时候会有一些错位的问题，那我们这次也实际测试给大家看到底有没有进步。那另外，台湾终于可以买得到 Pixel 的折叠机了，而且还是目前市面上最薄的折叠机。大家好，朋友，今天的 Google 的年度产品发表会终于来了，那我们也马上实际上手来测试这些产品，马上来跟大家聊一下。那最后也会讲一下我到底推荐买哪一台。那这次手机的型号呢，总共有4款 ：Pixel 9、Pixel 9 Pro、Pixel 9 XL， 还有 Pixel 9 Pro Fold。那整个机型的设计语言改变了不少。那很直接的一点讲，就是它侧边的边框变成是那种切直角设计，对比现在是比较圆弧形的设计，那就是它外形更像 iPhone。背后相机模组呢，直接把它切割成一个金属的药丸形，然后更是很喜欢这样的设计。Pixel 9为入门款，它的萤幕是6.3寸，主镜头5000万画素，超广角镜头4800万画素。这台很超值的地方就是它的主镜头跟超广角都和 Pro 系列是一模一样。那前置镜头呢1200万画素，那里面一样搭载了全新的 Tensor G4 的晶片，那记忆体为12GB。那这个处理器呢，因为现在在 AI 功能上面的相关应用非常的重要。其实 Tensor 在发布一开始也是以 AI 为它的主打。看回去这已经4、5年的时间，然后看到现在 AI 在大约2年前的时候开始蓬勃发展。那 Google 其实很早就开始布局这个地方。那这台 Pixel 9的售价其实为26490元。那再我们看着 Pixel Pro 系列，那总共有2台 Pixel 9 Pro、Pixel 9 Pro XL， 那一台6.3寸，一台6.8寸。那其实里面的规格大致上都一样，主镜头5000万画素，那超广角镜头4800万画素，长焦镜头也是4800万画素。那它前置镜头呢是4200万画素，而且它拍摄的角度也更加的广。那在 Pro 系列呢，它在相机的里面功能也有支援这个专门的专业模式，那就在你拍摄的时候，它有更多的细节参数可以让你去调整。那在拍摄影片上面呢，也有支援影片强化器，那有针对夜拍的影片去加强。那这些都是 Pro 系列独有。晶片使用 Tensor G4， 可是它搭载记忆体高达16GB。那理论上在这个 AI 上面的应用这些生成的速度都会更快。它的价格呢，小只的这台是33490元起跳，大只的这一台呢是39900元。好，那下一个呢就是 Pixel 的 Google 的折叠机那这次叫做 Pixel 9 Pro Fold。那台湾终于也有上市了。那一上手后，这手感真的是超级喜欢。打开的时候呢，它的厚度只有5.1公厘，它的外萤幕是一个8寸的萤幕，但它整体的比例基本上就跟 Pixel 9一样，6.3寸的萤幕。那这样正常比例的萤幕，就代表你在任何一般使用情境下，没有任何 App 需要针对这一台折叠机去做任何的优化，因为外萤幕就是跟一般手机一模一样。那整个内萤幕呢是一个8寸的萤幕，所以就像一台 iPad mini 一个小平板一样。主镜头呢4800万画素，超广角跟长焦镜头都是1000万画素，那有一点点30万画素的差距。那2颗前置镜头，因为一颗在外萤幕，一颗在内萤幕，都是1000万画素。因为嘛，它是 Pro 系列，它做 Pixel 9 Pro Fold， 所以它任何 Pro 系列的相机功能也都是支援的，像这些 Pro 的拍摄模式还有这些影像强化器。那使用处理器呢，一样是 Tensor G4， 搭载了16GB 的记忆体。那同时他们也推出 Pixel Watch 3，那这次有推出2个尺寸，而且它的边框更加的窄，所以萤幕占比更大。那续航力也有进步，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健康侦测这些教练的功能，那甚至可以侦测你的心率当你心跳有停止的时候，它也会帮你拨打紧急电话。那另外呢，他们也推出 Pixel Buds Pro 2， 这款呢是支援所有的降噪功能，那里面还搭载了 Tensor A1 的晶片，那它支援 Gemini AI 的语音功能。好，那重点大家觉得说，我应该买哪一台，或推荐哪一台？我们现场有实际上手实测我们在所限的时间里面，或者说我们可以测的这些范围里面，尽量去测一些大家可能有想知道的功能。那首先就来讲一个很多观众问，就在发热上面到底有没有改善？那现场当然没有办法让我们开着去录影室可以录15分钟，我们每一年针对这些新手机都会做这样的测试。但我们在发表会的现场过程里面，我手上拿着一直是同一支的 Pixel 9 Pro XL， 那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是超过15分钟，那手机也是一直开着的状态，而且很多情况下都是在拍摄拍照跟录影，所以它的相机基本上都是一直开着。那加上测试机上面本身也没有装壳，所以说它到底有没有发热，我们手感上会非常清楚，真的是没感受到什么发热。那当然他们这次在发表会有提到说，他们在设计上面增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导热片，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一点有关系呢？还是新的晶片 Tensor G4 有显著的进步？那这个我们到时候实际拿到实际上手之后，我们会来做这个更严峻的测试。但是目前初步可以跟大家讲就是现场我们拿了这几只手机，还有我们手上长时间在握的那一款，真的是没有感受到什么发热。好，那下一点就是我自己非常在意的相机那我先前一直选择旗舰款的，也是因为我想要使用到最好的相机嘛，因为里面有长焦镜头还有这些支援专业模式的功能。那这次在相机硬体上面呢，整个看起来我们光看硬体规格，好像差距比较大的是超广角还有前置镜头。不知道现在的拍照其实真正会有什么改变的话，其实跟它处理一些还有演算法的调整都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发表会也有强调说，他们这次 HDR 整个的算法都完全不一样。那他们甚至很骄傲的说，他们把
这9年下来集合的所有的经验去改善这次的 HDR 算法。那当然拍摄怎么样，还是来实测看看。那这次新的演算法呢，我觉得在肤色的演绎上尤其我们现场是东方人嘛，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新的手机好像可能是因为主打美国市场啊，或是欧美人市场，可能在东方人的肤色上面没有做到那么好。那这次我觉得它在东方人的肤色上面拍摄上不会过白，不会过曝，而且它在血色上面、肤色上面很在意是不是有一种好像有生气的这种颜色。我这次在演算法上面有看到。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能我偏好欧美风的这种拍摄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觉得拍摄起来好像有一种更健康的感觉。那也要跟大家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在拍摄的时候，因为公园比较乱所以你们现在看到这些画面会稍微偏亮一点。我们在拍摄上面有拿捏好，可能有点过曝。那这个实际的当然对比也不能光看现场的荧幕啦。那等我们到时候样张给输出的时候，会在细节比对一次。但是我们这是现场，我们实际大家看起来，我觉得两边的演算法肤色差异算是非常的明显。那再来下一点呢，就是影片的部分，因为影片的部分一直以来是 iPhone 的强项嘛，所以我们在 Pixel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们每一代在进步的时候，也强调说他们在影片进步了什么。那我们实际拍摄，就很多观众会提到说，先前 Pixel 他们同时间进行录影，然后你在切换镜头的时候，有时候它换到另一颗镜头位差非常明显的话，有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位偏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针对这点做测试。那尤其在1倍镜换到5倍镜的时候，它这个位偏我看起来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那就放出来影片让大家看看自己觉得怎么样。那同时呢，又有人提到说，在拍摄也是在这个镜头切换的时候，它的颜色这个演算法会有点明显的差异。这当然并不只是 Pixel， 可能很多相机因为不同的镜头使用不同的这个镜片感光元件，那这种时候他们在色偏上面可能就很难去避免。那这次我看起来也是有非常明显的进步，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们觉得怎么样？那再来呢，这次的相机很多部分也是强调 AI 的功能，那很多的功能都是可以在本地直接去运算。那其中一个这个一起拍的功能，我们觉得实际使用上它非常简单易用。那就是说你平常在外面，你可能2个人、3个人在出去旅游的时候，那可能你跟我一样是 I 人，不好意思请路人帮你拍照，那或者是有时候在当下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帮你拍照的时候，那你可以1个人先帮，比如说3个人里面其中2个人先拍完照之后，然后你再跟里面的人去交换，然后你再去捕捉他的位置，因为它有 AR 去扫描这个场景，所以另外一个人在拿起这个相机的时候，他的这个上面的取景也会非常清楚的帮你打出来，就是说，你应该坐在什么位置，可以帮你拍照的人就可以指导你，大概坐在旁边一点、右边一点。那它厉害的甚至是你今天可能在拍照的时候有一个手腕会勾到人家肩膀上的这个部分，它也可以演算的出来，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先前的有一个人的手先勾起来，然后你在跑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它也会去演算出来，就是说让他的手是绕过你的肩膀。看现场，我即使要跟我自己拍照，然后用这个勾肩的方式来拍照，它都还是可以算得出来。那另外呢，如果你在画面中要增加一些其他的画面，像我跟 Enzo 一起拍照，我们比一个爱心，那你觉得说，这个场景还可以再更浪漫一点，那我们想在上面天花板的地方加一点花束，那你看它 AI 可以给你非常多的选择，而且它算出来的花束融入的场景是非常的真实，马上让我跟 Pencil 大家一起拍照的这个画面增加很多浪漫气氛，甚至是你今天可能在跟别人合照的时候，你觉得照片拍的不够广你想要在上社群贴文的时候，你觉得照片比例不太对，你希望再展现多一点旁边的场景，它 AI 也可以直接帮你生成出来。那以上很多功能当然是全线产品都可以用得到，除了 Pixel 9这个数字系列它没有长焦镜头之外，如果你今天在考虑 Pixel 9或者是 Pixel 9 Pro 这3支内去做选择的话，那我觉得主要你要考量就是说你是否需要使用这个长焦镜头。那如果你在拍摄影片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拍演唱会什么时候你想要拍摄远一点的画面的话，那加上它的一些 AI 功能，可以帮你演算出在你使用长焦镜头可能在切换到5倍以上、10倍、20倍的时候，它都可以用 AI 去帮你加强它的解像力。那这个当然你用数字系列它没有长焦镜头，就是没有这个优点。那另外拍照上面你多在意这个地方，你会不会使用到专业模式啊，去调整这些参数？那你会不会想要使用这5000万画素全部的画质去拍摄照片？那录影的时候你会不会使用它这些影片的强化器？可能在夜拍录影的时候想去加强它的表现。因为这2台的价差大约是7000块钱。如果你今天讲都是6.3寸的数字跟 Pro 的话，那我自己当然是偏好比较大的手机，我想要在更大的电池更好续航力。但是很多人想要买旗舰机又不想要买太大的手机，那这次就多了这款6.3寸的 Pro 让你选择。那加上它的价钱也比这个 Pro XL 低了6000多块。那再来就是 Pixel 9 Pro Fold。那折叠机的市场本身当然就非常的固定，它的受众大概有一些人就是指定就想买折叠机，有些人就是永远都不考虑。但是我觉得这次不太一样的这一点呢，是它的外萤幕就是6.3寸嘛，它基本上跟 Pixel 9看起来规格是一样的萤幕。那也因为这一点，我刚刚有提到嘛，它两边如果你今天要多工去应用的时候，它两边使用的 App 的萤幕的比例也不会因为折叠机有做出任何的压缩调整。所以我觉得要适应，可能你今天是你第一台想要刚进入折叠机的人，想要体验这种平板跟手机合在一起的这些用法，或许是一个比较容易去适应的一个萤幕尺寸的比例。如果今天真的就算你觉得说，我就是用手机萤幕的比例稍微多一点的话，那
它的外萤幕也让你使用起来不会有任何的妥协感。那当然，今天我们自己上手时间也不太多了，而且现场折叠机的技术也有限，初步上手就是非常轻，把它打开来的时候，那个轻薄度真的是非常的有感。外萤幕的应用，像你拍照的时候可以让对方看到取景，那甚至你在拍小孩的时候，那 Google 也发展这个，我没想到说，有人会想到这个功能，就是蛮贴心的，它可以有一些卡通图案可以吸引小孩的注意力。那可能就是开发的工程师自己可能也有小孩吧，会想到这一点。那但因为它本身也是 Pro 机种嘛，我们上述这些专业的拍照模式啊，这些专业的夜间录影模式，它也是都可以支援。那虽然是 Google 的第2支折叠机而已，可是其实 Android 的系统在折叠机的市场已经耕耘非常多年。那我个人觉得界面上的优化就比较不需要去担心。那再加上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正常萤幕的这个比例尺寸，我觉得应该会达到蛮多先前有在考虑折叠机的受众。那它售价56900，跟一般手机比起来听起来是高，可是在折叠机的市场里面其实算是蛮佛。因为所有的新机都搭载这个 Tensor G4 的处理器，那自然所有的 AI 功能也都支援。很多部分我们测试啊，他们在发表会上面有讲，甚至都可以直接做到本机运算，而且速度还蛮快的。那就在你连不上网络的时候，它也可以使用。那当然里面实际的细节，哪一些 AI 功能怎么去做分布，我们到时候再来实测。那其实这次发表会整体来讲，那除了手机上面之外，我对他们 Gemini AI 发展的速度之快感到蛮惊艳。因为就单对比上一次 Google I/O 到现在，它进步的幅度都那么明显，就几个月而已。那加上国妹最近也是比较深入在使用 Gemini 的进阶版，目前在我们的使用范围内的，它基本上它比现在的 ChatGPT 都还要好用。那这点是我们自己先前也没有预料到的，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超越，或是进步到这个幅度。那现在把这些东西都结合到手机里面，然后加上 Google， 我觉得它要做到中文化的速度，可能也会非常的快。那到时候所有手机真的进入这个 AI 市场，会不会突然 Google 就大大超前？这个也是很难说。好了，那这是我们试在现场实测很多我们时间或是允许范围内可以测试的地方。那其实也就希望大家在这个预购的期间内可以了解更多，然后帮助你们决定到底要现在预购。因为如果对比去年看回来的话，他们很多时候预购给你的这些优惠，真的就是预购期间过了之后就没有再有那么优惠的这个 deal 出来。所以到底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去买？我们也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更细节的一个评测，看看是不是以上你们有希望改进的地方，你们有看到真的有改进。那对我而言呢，不管是说相机上面、录影上面、演算法上面，加上整体的顺畅度啊，使用这个手机的材质更好，上手更有旗舰级的架势。那当然我自己可能多少有一点点 bias， 因为在 Pixel 手机里面有很大的部分都是我们台湾 Google 的团队所研发的，所以啦，这当然满满情感之外呢，还有满满的 respect。那大家如果觉得今天这个快速上手测试影片对你们有帮助的话，那就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频道。那我们再还会有更细节的上手实测的影片再跟大家分享。那大家有什么想测的部分，那我们当然一定会测发热，那更细节的测它的相机录影啊，有什么其他部分啊，你们想要我们去细节测试，你觉得会帮助你决定要不要购买这只手机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我们下次见，拜。